随着黑雾的完全凝聚，一只头生双脚、全身散发黑丝雾气的妖兽出现在亡灵面前。亡灵一眼看到，之前黑雾笼罩之地插着一把金色的小旗，黑雾正是从这小旗中散发出来的。妖兽四肢落地，巨大的头颅冲着亡灵张开血口，双目闪烁着幽光。亡灵之前打出的残影禁制全部印在了妖兽身上，闪烁不定。妖兽脑袋一晃，喷出2道黑气，随后盯着亡灵，身体猛地一跃，向着亡灵狰狞扑来。与此同时，在不远处的洞府中，刘威和许云正在交谈。刘威轻声说道，担心青木师兄出关后会责怪他们擅作主张。许云则安慰他，表示修仙之人都有洁癖，他们将此地整理得如此干净，青木师兄即便表面上不喜，内心也不会有怒意。两人利用亡灵的名声被他们传出后，他们的生活比以往好过不少，魂魄的收集也比以往1年还要多。许云甚至觉得，若是无人抢夺，以他们的资质定能练出百魂幡，到时以此幡修炼，定能一举达到结丹后期。然而就在他们交谈之际，一道长虹从山峰上方滑落而下，化作一个身穿灰袍的中年男子，相貌俊朗，颇有几分仙风道骨。他来到洞府外，高声呼唤青木师兄。许云起身回应，表示青木师兄正在闭关。男子眉头一皱，目光扫向许云和刘威，冷声质问他们是否是青木的侍妾。许云点头承认。男子面色一冷，挥手打出一道灵诀，化作一条青龙，咆哮着冲向洞府。青龙一现，四周风沙四起，但就在青龙即将撞上洞府之时，一道禁制突然出现，阻拦住青龙。同时，一只巨大的手掌在半空幻化而出，一把抓住青龙，轻轻一捏，青龙立刻悲鸣一声，化作点点灵芒，消散一空。男子面色一变，退后几步，目光盯向洞府深处。亡灵缓缓走出洞府，阳光照在他身上，居然散发出阵阵黑气。这些黑气在他身后凝聚，形成一个巨大的骷髅头。男子看到这一幕，面色再变，惊呼出声：千魂幡幻！亡灵目光平静，扫了男子一眼，此人修为是元婴初期。亡灵声音平淡，要求男子交出魂幡。男子面色阴沉，二话不说，从储物袋中拿出一杆上有2道金线的魂幡，一抖之下，一个个魂魄呼啸而出，在他四周形成一道道魂芒黑气，化作一个个狰狞的魂魄面孔，冲着亡灵咆哮。男子口中念念有词，身子退后2步，魂幡一指亡灵，喝道：千魂幡，郭某也有，你若能赢，交出又何妨？顿时他身体外的魂魄立刻呼啸着向亡灵扑去。这些魂魄中有一部分相当于筑基修为，还有一些已然成长到结丹期，甚至有一个头生双脚的巨大魂魄，身上散发出一股元婴的气息。亡灵神色如常，右手向前一点，口中轻吐旋，立刻在他的身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。这漩涡一现，男子顿时面如死灰，苦涩地说道：青木师兄此番闭关，原来是修那炼魂之术，3个月的时间能炼出魂旋，郭某佩服。他说话间，那些扑来的魂魄立刻纷纷惨叫，被漩涡吸扯入内。转眼间，除了那个散发元婴气息的魂魄之外，其他魂魄全部消失。散发元婴气息、头生双脚的魂魄惊叫一声，不知用何种方法，居然挣脱了漩涡的吸扯，立刻向着远处疾驰逃离。亡灵目光一闪，右手隔空一抓，那魂魄再次惨哼一声，被生生抓了回来。亡灵看了这魂魄一眼，抬头望向男子，问道：你是从何处得到这元婴生魂？男子暗叹一声，看到对方施展出魂旋之时，他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。他回答道：青木师兄，恭喜你成为炼魂峰弟子中第3个修炼出魂旋之人。这元婴生魂是我拿一杆900魂魄的百魂幡与抽破峰的苏金氏换取而来。在3个月的吐纳修炼中，亡灵借助灵脉的压力，修为再次提升，成功突破了元婴境界。他只需等待元神恢复，便能重新回到化神境界。他脸上的茶痕如今只剩下3块，而孙太设下的封印也已濒临崩溃。然而亡灵最大的收获并非修为的提升，而是在吐纳过程中察觉到炼魂峰上似乎被一股无形的巨物笼罩。这股无形之物不时会散发出一些魂魄，而每当有魂魄出现，炼魂峰上便会有上百道灵力争先恐后的去抢夺。这些魂魄并非只在一处出现，而是分散在炼魂峰的各个角落。察觉到这一现象后，亡灵立刻拿出炼魂玉简仔细查看，逐渐发现了一些端倪。魂幡的制作方法分为3种：炼魂、抽魄和锁神。炼魂是将世间一切死魂封印在魂幡内，通过特殊方法使其不会消散，反而能逐渐成长。抽魄则是从活人体内抽离生魂，封印在魂幡内加以操控。至于锁神，亡灵因缺乏比较之物，还无法完全理解其奥秘。魂幡按照其内的魂魄数量分为10魂幡、100魂幡、1000魂幡、万魂幡等，魂魄数量越多，其威力越大。10魂幡与100魂幡极为常见，但一旦形成1000魂幡，便具备了一些神通，其威力的大小与主魂有很大关联。炼制1000魂幡必须有主魂，这也是1000魂幡稀少的原因之一。即使是999魂幡，
也因缺少主魂而无法形成千魂幡。主魂的要求只有一个，其强大程度必须超过魂幡上所有魂魄的总和。正当王林研究魂幡之时，柳梅出现并称赞他的修为恢复大半。王林立刻用隔空点穴的手法让许云和刘威昏迷过去。他冷冷地对柳梅说，希望他能直说目的，不要做作。柳梅轻叹一声，劝王林离开朱雀星，因为他的大难即将来临。他透露自己的师尊是朱雀星上的第一人朱敲子。王林听到后立刻询问红蝶的下落，猜测自己与红蝶的一战不过是他人眼中的斗兽。柳梅承认红蝶已被他师兄杀死，再次劝王林离开。王林望着柳梅的背影，心中充满了疑惑。柳梅内心默默思考，她受师尊之命，要在王林的道心留下自己的身影，这是她无法抗拒的命运。她感悟的是千幻无情道，外在幻化一切有情表象，内心却无情。王林望着柳梅离去的背影，眉头紧皱，感到事情透着诡异，对柳梅有一种奇异的感觉。片刻后，王林将昏迷的许云和刘威卷出洞府100丈之外。他注意到二女昏迷中的表情各异，许云表现出柔弱与无助，而另一女则流露出狠辣与坚定。王林恍然大悟，明白了为何每次看到柳梅都会有那种奇异的感觉。柳梅的一切表现看似有情，实际上是为了掩盖内心深处的无情之道。王林目光冷冽，目送柳梅离去，心中暗自揣测其接近自己的真正目的。他深知柳梅修为深不可测，远超自己，否则也不会成为朱雀子的徒弟。然而柳梅并未趁他修为未恢复时出手，这让王林意识到他的目的绝非单纯的杀意。王林眉头紧锁，右手一挥，将许云和刘威安置到几十丈外。他虽非善类，但念在二女昏迷前后表情透露出柳梅真容的线索，没有将他们驱逐。王林沉思片刻，目光阴沉，转身走进洞府，盘膝坐下。他深知目前修为已然不成问题，只需元神彻底恢复，便能重回化神中期。而恢复元神的关键在于寻找更强的灵压笼罩，以此强行恢复。思索片刻后，王林目光一闪，身形一晃，消失在原地。炼魂峰下灵脉深处，王林的身影悄然出现。他所处的位置是灵脉最下方，距离金色魂旗300丈之遥，足以避开魂幡内4麒麟妖兽主魂的波及。盘膝而坐，王林能感受到四周的灵力威压正缓缓凝集而来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缓缓闭上双眼。这一次他没有吐纳灵力，而是专心借灵压挤压元神，促使元神尽快收拢。时间悄然流逝，许云与刘威早已苏醒。他们发现自己并未被送出洞府范围之外，立刻猜测出王林的意图。经过一番商议后，二人在苏醒之处开辟了一个小洞府，就地打坐修炼。这一日，王林正在借助整个灵脉的庞大灵威挤压元神，忽然他猛地睁开双眼，目光露出一丝灵动。他的元神虽未完全恢复，但比之几个月前又提高了不少。此刻他脸上的茶痕只剩下了2块。王林目光闪烁，神识一扫，落在了300丈外的金色魂幡所在之地。只见一道虚影蓦然出现在魂幡外，黑雾中再次传出咆哮。那4麒麟的妖兽立刻翻滚涌现而出，巨大的凶目散发阵阵嗜血之芒。虚影立刻退后，飞快凝实。王林神识一扫，立刻认出此人正是当日青石大殿内的老者，只差一境就可化神的炼魂峰大长老。老者面色阴沉，低喝魂幡炼化。4麒麟的妖兽看到老者后，并没有如见王林一般主动攻击，双目露出凶芒的同时，隐有一股嘲讽闪烁。老者目光一厉，喝道：“孽畜！始祖当年有言，3峰之下镇压的3杆魂幡，有德者居之，早晚有一天，定是老夫手中之物。”妖兽鼻中喷出黑气，眼中轻蔑之色更浓。他一抖之下，顿时无穷无尽的魂魄涌现而出。在这些魂魄之中，有一个元婴后期的主魂，数十个元婴初中期的副魂，以及密密麻麻修为不等的副魂。老者大喝万魂式，手中魂幡向前一指，四周的所有魂魄发出刺耳的呼啸，向着妖兽扑去。妖兽抬手，身子一动，如闪电般冲入魂魄之中，张开大口疯狂吞噬。老者脸上没有丝毫惊容，反而露出一丝决然。他看着一个个魂魄被妖兽吞下，每吞一个，妖兽的身体便会大上一分。老者深知自己修为无法与妖兽对抗，但他精通炼魂之术，拥有万魂幡，倒也能勉强一战。少顷，老者双手掐诀，迅速变化，双手立刻血红一片，一滴滴鲜血从他手中汗毛孔内被生生逼出。渐渐的，老者神态凝重，在他身前出现了一拳头大小的血球。他低喝血迹，血球立刻崩溃，化作点点血芒，将四周100丈之内覆盖。顿时，在妖兽的身体上，那些被他吞下的魂魄疯狂钻动，试图从妖兽体内冲出。外界也有大量魂魄在主魂的牵动下不断进攻，甚至元婴期的魂魄彼此之间还能释放法术。妖兽立刻连连低吼起来，但他的目光之中依旧带着嘲讽。突然，妖兽猛烈咆哮，金色魂幡上再次飞出一股黑气，瞬间又形成一头一模一样的妖兽。老者面色难看，
他每次与魂幡斗法，都是在第二头妖兽出现后败退。此刻再次看到第二头妖兽，他立刻目光阴沉起来。他再次一拍储物袋，手中闪烁黑芒，化作一个巨大的幡铃。这幡铃的把手是一块紫木，上面天然存在着复杂的纹络。老者大喝妖兽，手中幡铃一抖，顿时传出阵阵当当声。这些声波刚一出现，立刻化作一个个头生单脚、拥有人形的虚幻妖兽，咆哮着冲向麒麟。两头麒麟妖兽都被困住，连连咆哮。老者露出一丝喜色，全力操控手中法宝。然而，就在这时，一股黑气从金色魂幡内涌现，第三头麒麟出现。老者发出不甘心的怒吼。这一次他进展最多，逼出了第三妖兽，但今日也是他最无奈的一日。他原本以为金色魂幡内只有一头主魂，可多年前他以魂幡缠住那妖兽，尚未定出胜负之时，居然又出现了一头。第二次来，也是败在那第二头妖兽之手。这次他下了大决心，换取了幡铃，却苦涩地发现原来还有第三头。如此一来，他不由想到，或许第三头之后还有第四头、第五头、第六头。难怪此番在这里多年，始终无人可以收取。老者暗叹，正要放弃，突然一股庞大的神识从四周降临，老者面色大变。他在这神识之下，居然连反抗之力都无法升起。这种感觉只有当年面对一个化神老祖时才感受过，而此刻的感觉比当年浓上数倍不止。老者身子一颤，立刻说道：“弟子无道起，参见老祖。”那神识横扫间，第三头妖兽立刻惨哼一声，被一道道黑气缠住身子，咆哮着想要挣脱。一声冷哼从虚无之中传来，紧接着一只大手立刻化形而出，向着那金色魂幡抓去。金色魂幡无风自动，顿时连续三头麒麟妖兽从其内幻化而出，向着那手掌咆哮而去。三头麒麟目中闪现凶芒，隐有一丝忌惮存在。那巨大的手掌一拍一打之下，一头麒麟惨哼一声，消散化作无数魂魄，争先恐后的向着四周散去。另外两头麒麟立刻扑上，与那手掌纠缠在一起。神识中冷哼再次传来，这一次无数黑气从四边八方呼啸而来，相互凝聚在一起，形成一杆黑色的长枪，闪烁着黑色电光，向着麒麟刺去。以亡灵之前的修为，尚无法对付此妖兽，毕竟当时他的修为只不过恢复到元婴中期。然而此刻他的修为已然突破元婴，可以说他是一个没有意境的化神修士，虽不如真正的化神期，但对付这妖兽却是绰绰有余。金色魂幡内突然传出一声比所有麒麟更庞大的咆哮，一道金色气息涌现而出。在这金色气息出现的瞬间，所有的麒麟妖兽立刻身子一颤，砰砰声中崩溃，化作无数魂魄，向着那金色气息融合而去。在麒麟妖兽崩溃中，吴道奇惨哼一声，他的魂幡与法宝都在与麒麟妖兽纠缠。此刻对方崩溃，带起一股庞大的反震之力，让他身受重伤。他惊骇之下正要避退，但就在这时，一个虚影出现在他身前，一指之下，吴道奇立刻身子一歪，倒在了地上昏迷过去。亡灵站在吴道奇身前，一抓之下，吴道奇的魂幡与紫木幡零落在他的手中。他目光闪动，盯着那不断凝聚的金色气息。原来这才是此魂幡的主魂，之前的那些妖兽只不过是附魂罢了。那金色气息吸收了所有的魂魄之后，一声震动整个炼魂峰的咆哮从其内吼出，瞬间一头全身散发金芒，好似实体一般，没有任何魂魄虚幻感的巨大麒麟兽出现在亡灵对面。亡灵一眼看出这头金色麒麟兽与仙界灵天后的麒麟极为相似，意识到这是麒麟残魂。他隔空一抓，形成一杆黑色长枪，与麒麟兽展开激战。麒麟兽发出金色光团攻击，但被亡灵的长枪击散。亡灵发现这残魂虽弱，却能使用法术，显然有传承技艺。亡灵从储物袋中取出2个铃铛，向麒麟兽笼罩而去。麒麟兽挣扎，引发灵脉崩溃，但亡灵凭借长枪和魂幡，成功从麒麟兽体内吸收魂魄。他利用魂旋与麒麟兽争夺魂魄，同时用禁制和铃铛封印麒麟兽的攻击。亡灵不断打出禁制，形成一张蛛网，逐渐压制麒麟兽。他使用劲幡释放出无数劲气和黑色长枪，与麒麟兽的金色光团相互撞击，吸收散出的魂魄。亡灵意识到麒麟兽残魂的实力接近化神后期大圆满，若滋养多年可达到阴变期。亡灵使用驱兽圈召唤战车上的魂兽，魂兽冲向麒麟残魂，两兽展开激烈战斗。麒麟残魂不敌魂兽，被击飞，散出大量魂魄，被亡灵的魂旋吸收。麒麟兽的身子变得虚幻，不再凝实。亡灵抓住金色魂幡，喷出星神精血，使其吸收。魂幡被拔起，一股黑气从魂幡所插之处冲天而起，穿透炼魂峰。炼魂峰上的弟子们抬头目睹这一奇景，而炼魂宗3峰深处的金环也出现异动。一位白发老者出现，听到始祖的旨意后便退了回去。亡灵将麒麟主魂收入魂幡，封印魂兽，将其收回储物袋。他消失在灵脉深处，出现在炼魂峰上，望着山顶的黑气陷入沉思。
他意识到刚才的动静应该会引起炼魂宗化神以上修士的注意，但无人前来查看，让他觉得事情有些蹊跷。他注意到9道金环后的2道血环，隐约看到一道带着善意的沧桑目光在血环内一闪而过，让他心中一动。亡灵沉吟片刻，目光闪烁，他意识到留在炼魂宗已无必要，元神的恢复只能在强大的威压下完成，虽然有危险，但并非没有可能。他看向抽破与锁神两峰，沉默后露出坚定之色。亡灵化作一道流光，从炼魂峰飞向抽破峰。与此同时，柳梅站在炼魂峰的角落，默默注视着亡灵，轻叹道：“恢复的真快。”他自语着，想要了解亡灵的道心，却始终看不透。亡灵落在抽破峰找到一处洞府，里面是抽破峰的顶尖弟子苏金氏。亡灵询问是否有抽破玉简，苏金氏沉默后点头，提出以300个死魂换取。亡灵从储物袋中拿出千魂幡，抖出300个魂魄，搓成珠子交给苏金氏。苏金氏爽快地拿出一枚紫红色玉简，交给亡灵。亡灵接过玉简，神识一扫，发现其中记录了抽破之术的3个神通：定神、引魂与四骨。定神是抽破的基础，引魂是真正的抽破之术，而四骨则是最为歹毒的法术，能将生魂炼化成骨魂兽，威力巨大。亡灵了解到，抽破峰曾有人以四骨之术叛出师门，自创丹魔道，炼化绿丹无数，最终达到化神境界。苏金氏询问亡灵是否要去锁神峰索要锁神玉简，亡灵点头。苏金氏苦笑，告知锁神玉简只有化神老祖才能查看，锁神峰的弟子实际上也修炼炼魂与抽破之术。亡灵略一点头，身影一晃，出现在锁神峰，得知苏金氏所言非虚。亡灵在这一天中还探查了抽破与锁神两峰的灵脉深处。锁神峰下有一面魂幡，亡灵顺手取走，抽破峰下则空无一物。做完这些，亡灵抬头看向3峰之后的9道金环与2道血环，目光闪动，露出坚定之色。他决定挑战炼魂宗的鹰变老怪，利用其强大的威压恢复元神。亡灵深吸一口气，目光中露出战意，化作一道长虹，向着9道金环飞去。他左手拿着10万金色魂幡，右手拿着999组静止的镜幡，两幡挥舞间，金色麒麟与无数魂魄呼啸而出，瞬间占据整个炼魂宗的天地。金色麒麟咆哮着冲向9道金环，9道金环晃动，化作9个男女，正是炼魂宗的9大化神修士。他们震惊地看着金色麒麟，其中一位中年女子正要出手，却被亡灵一声大喝震退。亡灵站在金色麒麟头顶，喝令9人让道。一位青袍老者冷哼一声，幻化出一道铁链锁向亡灵，却被亡灵的镜幡化作的黑色长枪轻易击碎。同时，亡灵的魂幡发动，10万魂魄呼啸冲击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血环内传出：“小友，老夫等你多时。”